经常看到不少人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呢？其实我是不提倡这么做的，因为大脑需要休息，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一定会导致疲劳。但是在保证张弛有度的前提下，还是有一些技巧可以让大脑保持清醒，运转得更高效的。如果你也遇到过下面这些问题：下班后回到家，想好好学习一下，但却总是感到特别疲惫，总觉得大脑转不动，脑海里像生了锈一样，有一种凝涩感，有很多任务要处理，却总是心烦意乱，没办法集中注意力。那么今天的影片也许能帮上你一点忙。一、适当摄入一些蛋白质。许多人习惯在早餐吃碳水，比如粥、面包、馒头，因为碳水能够提供饱腹感，也能迅速功能，为上午的工作奠定基础。但如果你想提高大脑的运作能力，不妨试着在食谱里加入一些蛋白质。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对大脑至关重要的两种神经递质，它们的原料都是氨基酸。一种是多巴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动力，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如果缺乏多巴胺，你会容易觉得无精打采，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当然更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多巴胺的重要原料是酪氨酸，研究发现，在早餐加入更多的蛋白质，可以提高多巴胺的分泌，增强决策能力。另一种是血清素，它能够调控情绪，让我们感到更舒适、更放松、更愉悦。如果缺乏血清素，你会容易感到焦虑、情绪低落，没法集中注意力。血清素的原料是什么呢？是色氨酸，它是一种必需氨基酸，人体无法合成，只能从食物中摄取，因此我们必须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才能确保血清素的平衡。当然，不仅限于早餐、午餐、晚餐，乃至于两餐之间的零食，都可以通过摄入适当的蛋白质，来为我们的多巴胺和血清素提供足够的原料，让大脑拥有充分的动力。另外，也要注意3点：一、摄入适当的蛋白质，不意味着只吃蛋白质，而是要注意膳食均衡。因为制造血清素的过程，除了色氨酸，还需要维生素、铁、锌和叶酸等。缺乏了这些营养素，血清素都是无法稳定制造的。二、千万不能不吃碳水，不吃碳水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碳水可以帮助消化掉血液中其他氨基酸，使得色氨酸更容易通过血脑屏障抵达大脑。如果缺乏碳水，色氨酸是难以被身体吸收的。三、甚至蛋白质也不宜过量，适当摄入即可，因为蛋白质中的支链氨基酸
会阻碍人体对色氨酸的吸收，如果摄入过多，同样会阻碍血清素的合成。简而言之，如果你日常饮食习惯以碳水为主，不妨加入一些蛋白质，尽量实现均衡，这样可以为大脑提供更充分的动力。而切换不同任务来刷新大脑。大脑有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那就是长时间专注在一个任务上。原因在于大脑是需要新鲜刺激的，长时间处理同一个任务，大脑就会感到疲劳，从而导致注意力涣散、昏昏欲睡、分心、走神。这不但会容易出错，更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学习和记忆效率。许多人有这样的习惯，想在短时间内啃下一个领域，就带着书去图书馆、咖啡厅，一学就是一整天。但这种做法其实是低效的，它可能会带来烦躁感，会让你感到心烦意乱，看不进去眼前的文字，或是为了完成今天的任务而草草了事。像这样一天下来，你真正吸收到的知识可能只有一半不到。更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为自己设定2至3个不同的领域，然后把今天的时间划分成多个不同段落，交替进行，循环往复。每个段落的时间可长可短，比如领域1非常重要，而领域2和3不太重要，那么就可以为领域1分配更长的时间，2和3分配更短的时间，比如给前者分配1到2个小时，后者分配半小时左右。同样，在同一个领域之内，最好也交替进行不同的任务。举个例子，比如你要进行看书、做题和背诵，那么最好在同一天里面交替进行这3项任务，而不是今天全部用来看书，明天全部用来做题。这样可以不断刷新大脑，让大脑始终工作在最佳的状态下。3. 采取主动休息来恢复精力。许多人日常的模式是被动休息，以及长时间埋头苦干，直到下班了或周末才一口气休息恢复。这其实是低效的，你相当于一直处于电量不足的状态中。更高效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变被动休息为主动休息，也就是交替着工作和休息，自己掌控休息的节奏。一个简单的建议是，把工作划分成多个小阶段，每个阶段大约20分钟到1小时。结束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主动休息一下，换换脑子，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看看有趣的视频，读几页书，写几行字，起来散散步，活动身体。GM 集团做过一项调查，他们调查了企业里工作效率最高的10%的员工，发现他们在工作总时长上跟其他员工并无显著差别。那么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平均每工作52分钟就会休息17分钟。组织心理学家 John Trugocos 也认为，我们每小时至少要休息10到15分钟。休息的时候不要看邮件、思考工作，而是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这一点可以跟上一条相结合。举个例子，假设你给领域1设定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也许就可以分配给他3次休息，而领域2和领域3设置了较短的时间，那么就各分配1次休息，诸如此类。那么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我的建议是，尽量脱离开工作的场景，做一些跟工作全然不同的事情，比如挑一些关于历史、文化、美食、旅行的纪录片，一点点看，慢慢看，补充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识，同时还能得到放松。又或者回顾一下自己最近看过的小说、综艺和影视剧，简单的给他们打打分，用几句话写一下评价、心得等等，这可以快速的帮助大脑回血，让大脑充满能量，更好的应对下一个阶段的任务。4. 少量多次的冲刺工作法。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我就喜欢专注，主动休息对我来说是一种打断，这该怎么办呢？这里其实就需要我们打破对专注的迷思。许多人说的专注，可能是一种心流状态，也就是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在某项工作里面，注意力完全被占满，大脑高效运转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能够长时间持续的吗？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能的。它更多的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连续不断的专注，而是一个一个关卡接连不断，需要不停调动你的技能，让你动动脑筋，跳一跳才能过去这么一连串的闯关过程。因此，我的做法是，每当我开始一项工作时，我会把它划分成多个小块，把每个小块设定成一个问题和挑战，然后要求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完成这个挑战。以写文章为例，我可能会这样要求自己，让自己在一段时间里不走神、不分心，集中精力地解决下面任意一个问题。想出一个具体的场景和案例来描述清楚这个现象，想出一个有趣的类比来讲清楚这个概念，把这段逻辑提炼一下，用尽量简练的2-3句话概括这段复杂的逻辑，把这段话重新修改一下，让语气更流畅、更自然。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如果你尚有余勇，那就一鼓作气继续解决下一个问题。如果觉得有些疲倦了，那就果断休息一下，不用担心退出专注，因为你的节奏始终是由自己所把握和控制的。就这样，一步一步，一项挑战接一项挑战逐步完成，一天的工作就这么完成了。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更高效的专注。我们要锻炼的，其实不是长时间处于心流状态的能力，而是随时随地都能进入心流状态的能力。5. 在白天接受更多的阳光。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室内，在人造灯光下度过，这就导致对我们来说，白天和夜晚几乎没什么区别。但这样
其实是不利于大脑工作的。原因在于光照会影响大脑的节律，在光照更强的环境下，大脑会进入高度警觉的状态，马力全开。反之，在光照较暗的环境下，大脑会开始分泌褪黑素，准备进入睡眠。换言之，大脑正是通过依据光照的强弱变化来判断让自己进入什么状态。如果长时间处于室内和人造灯光下，大脑这种能力就会被削弱，从而使得节律混乱。表现在外就是白天昏昏沉沉，哈欠连天，晚上则精神振奋，毫无睡意。因此，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白天当我们需要工作和学习时，尽可能处于自然光下，在能够晒到太阳的地方工作，而晚上则将光线调暗，让大脑能够正确地区分白天和夜晚，培养正常的节律。有许多研究已经发现，在白天接受更多的自然光，可以极大地提升大脑的运转效率。比如2013年一项研究发现，暴露在阳光下1个小时，对反应速度的提升比2杯咖啡的效果更高。2020年一项研究发现，在日光充足的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平均睡眠时间增加37分钟。在一系列战略思维测试中，成绩也高出 42%。 与此同时，阳光还能通过促进合成维生素 D 和血清素来调节我们的情绪，使大脑能够发挥出100%的状态，更好地投入工作。可能有人会问，人造灯光能替代阳光吗？很遗憾，我们日常在家里和办公室使用的灯光照度太低，可能只有阳光的数10分之一，是很难达到阳光的效果的。所以，请在白天的时候多晒太阳，最好从早上起床就开始。如果有条件，尽量在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工作。学习如果没有条件，也要在工作的间隙出去走走，在阳光下散步。当然，要做好防晒。6. 频繁活动来减少久坐的伤害。如果说什么事情会对大脑造成危害，而又常被我们忽略，那可能就是久坐了。原因有很多，比如久坐不利于心脑血管代谢，这会降低我们的认知能力。久坐会使得大脑中部分脑区缺氧，影响大脑的整体协作能力。久坐会导致身体产生微小但切实存在的疲倦，让头脑变得昏沉，难以转动。因此，许多人也许都有这种体验。工作、学习，又或者是追剧时，一坐就是几小时，不挪窝，全身心扑在电脑前，然后就感觉有点昏昏沉沉，大脑好像转动都不太灵活了。要牢记一点，我们的身体从来都不是设计用来静止不动的。一连几个小时的久坐，并不是一种休息，而是一种负担。最好的休息方式，从来都不是坐着不动，而是站、坐、
躺和行走的来回切换。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频繁起来活动。研究发现，当我们活动的时候，大脑中的血管会扩张，从而使得血流量增大，更不容易发生堵塞。同时，大脑中的不同脑区会被激活，从而降低单一脑区长时间被激活而导致的堵塞风险。这些都可以有效减少久坐的后果。你可以把这一点跟第3点结合起来。当你主动休息时，不妨起来活动一下，让大脑放松。甚至如果有机会，试一试原地跑跳、散步、快步走，让更多血液流经大脑，改善整体的代谢掌控。这是让大脑避免陷入困倦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办法。7. 养成动脑休息的习惯。许多人有一个误区，总是认为动脑思考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对大脑是一种负担，所以休息时喜欢做不用动脑的事情，比如看不费脑子的综艺、影视剧，刷不费脑子的信息流和短视频等等。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大脑的耗能是恒定的，永远保持在 20% 左右。即使你不动脑，大脑也会在后台运行，将碎片信息整理起来，回放先前学到的内容，勤勤恳恳地进行自我整理和完善。反过来，如果你为了消磨时间而特地去做一些不费脑子的事情，看似在让大脑放松，实际上这反而让大脑沐浴在信息流的冲击之下，既没有发挥它前台的功能，以及用来思考问题、处理任务，也没有发挥它后台的作用，也就是整理和回放信息。也就是说，大脑最忌讳的就是既不让它工作，也不让它安静，而是不断用被动接受的信息冲击它。这对大脑来说，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耗损。因此，更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是让大脑习惯动脑这件事。即使你工作做完了，没有需要处理的任务，也不妨转换一下脑子，切换一下思维，做一做别的事情，激活不同的脑区，从中得到愉悦感和放松。比如看一些知识性的视频，一边看一边记录自己的感想，读几篇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给大脑一些有趣的启发，看几页不同领域的书籍，让大脑获取新鲜的知识点。如果实在什么都不想做，那不妨静静地待着，发呆、放空，让它在后台组织整理信息，也胜过用信息流去干扰它。主动掌控大脑，让它习惯和适应动脑的模式，这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更充分地调动它。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7个简单有效的小技巧，它们可以激活你的大脑，让大脑火力全开，让你无论是学习还是思考，都能起到更高效、更专注的效果。1. 用音乐激活前额叶皮质。
你平时喜欢听音乐吗？如果是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知道，前额叶皮质是大脑的控制中心，它是各种输入信息汇总的枢纽，又经由它将信息分门别类地传递向其他脑区，协调整个大脑网络的活跃。可以说，它决定了我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而这其中又以被外侧前额叶 DLPFC 尤为重要。它跟工作记忆、计划、决策、推理以及信息的调用密切相关，甚至也是人类个体智力差异的重要生理基础。那么，有什么方式可以锻炼 DLPFC 呢？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适当的音乐似乎能刺激到这个部位，让它变得更活跃，从而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清醒，思维变得更高效。什么叫适当的音乐呢？研究认为，这需要满足2个条件：一是这些音乐是你所喜爱的，能够唤起你的兴奋与愉悦感；二是它们必须有一定的律动感和节奏感，能够让你产生想要随之摇摆的冲动。原因在于 DLPFC 跟负责运动和感觉输入的脑区是紧密相连的，因此聆听有律动感和节奏感的音乐，可以借由让身体产生一种有韵律的运动感，来间接刺激 DLPFC。 当然，运动本身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不过显然听音乐比运动更简单，门槛和难度也更低。不仅如此，大脑会将快节奏的音乐跟快乐、兴奋等感受联系起来，因此听快节奏的音乐还能改善情绪，振奋精神，提高大脑的唤醒程度，让大脑变得更活跃。因此，如果你平时有听音乐的习惯，不妨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快节奏的音乐，加入自己的歌单，让它们成为你的助力。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好，也不妨试着去培养一下。不过，建议是在空闲的时候和工作之前听，而不要在工作的同时听音乐。研究发现，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无论是歌曲还是纯音乐，对创造力、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有害。原因可能在于，音乐本身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抢占一部分认知资源，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投入到工作上的资源变得更少。因此，建议在工作时使用白噪音，降低周围环境的声音和刺激对注意力的吸引，而在闲暇没事时则听听音乐，唤醒你的大脑，尤其是在自己情绪较为低落、状态不佳时，会更有振奋精神的帮助。而在散步时学习和思考，散步是我践行了许多年的爱好。每当我有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思考时，或者陷入瓶颈时，我就会出门走一走，一边踱步，一边在脑海中把问题整个过一遍。一般来说，走着走着，问题可能就突然迎刃而解了，又或者脑海里会涌现出一些奇思妙想的点子。
想到一些全新的思路和可能性，这些都是坐在家里所无法获得的。为什么散步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原因在于，散步对大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按摩，它能极大地改善大脑的认知能力，让大脑变得更清醒。比如，当我们步行时，脚步对身体的反作用力会在血管中形成细微的湍流，它可以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进入大脑，从而提高大脑的工作能力。再比如，散步这种高度有节奏感、韵律感的活动，能够让大脑处于一种平衡的、舒适的状态里，对脑波活动进行调节，让各个脑区之间的协作更紧密高效。同时，散步可以促进 BNDF 脑源型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提高突触的可塑性，从而让我们对知识记得更牢，思维更清晰。以及散步是一种高效的放松和休憩，它能够让我们从注意力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让我们疲惫不堪的注意力得到放松和喘息，从而重新恢复精力。2014年一项研究发现，散步可以有效地提升创造力，并且这种效应在散步结束后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原理很简单，当你的思维彻底放松下来时，你会暂时关闭外界的信息输入，而任由思绪在后台随机的、踊跃地激活各种不同的节点。这时就有几率产生远距联系，把原本无关的节点联系起来。反应在外就是产生创意或灵感。因此，如果你需要记忆知识，需要思考问题，需要回顾学到的材料，一边散步一边在脑海中整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既运动了身体，又提高了思考效率，一举两得。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选没有车的地方。3. 用发呆让大脑回放记忆。一个可能非常违背直觉的理论是，有时候让自己发呆，什么也不做，比你去持续不断的学习，效果其实要更好。2004年，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Nelson Cohen 做了一项实验，他请2组记忆障碍患者听一个故事，并在1个小时后回答问题。A 组患者需要谈话，不断摄取新信息， B 组患者则单独待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做。结果令人惊讶， A 组对故事信息的回忆正确率是 7%， 而 B 组则达到了 79%， 几乎比正常人能做到的成绩还好。2012年，Cohen 又做了一项实验，这次他让2组正常人听一个故事，听完后 A 组需要去玩一个游戏， B 组什么也不做，保持10分钟。结果发现 B 组对故事细节的记忆效果显著高于 A 组，甚至在实验结束的7天后，这种效应依然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进行回放，把它进行加强巩固。
这种回放不仅仅发生在睡觉时，也发生在我们安静休息、什么也不做时。进一步的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当我们看起来什么也没做时，大脑海马体中其实正在发生着高频的放电。这种放电实际上就是大脑在用数倍到数十倍的速度在回放我们之前学习到的信息，让它不断强化巩固加深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为了学习更多的东西而去不断追捧所谓的长时间专注学习，把时间利用起来时，大脑其实是在疲于奔命的。它还没有巩固学到的旧信息，新的信息就进来了。长此以往，结果就只能是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但却什么也没记住。因此，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学习效果，想让大脑变得更清晰、更有序，想摆脱读了很多的书，但却什么都没记住的情况，那么你需要的可能不是尽量抽出时间看书、学东西，而是给自己一段什么都不做的时间，让大脑静静地酝酿、整理，这比任何学习技巧都好用。4. 先提问，后学习。如果你想快速提高自己的学习效果的话，有一个简单而极其有效的办法：先提问，再学习。很多读者问过我，预习究竟有没有用呢？其实，一个违背常识的结论是，在正式上课之前，通过阅读课程材料来预习，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降低学习效果。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预习的时候，我们会先把材料过一遍，这时它在我们脑海中会留下一个印象，而正式上课时，由于这个印象的存在，我们会产生一种熟悉的错觉，也就是大脑以为自己对它已经熟悉了，但实际上并不熟悉，这就会导致大脑会以为它已经是我们熟悉的知识，于是会降低对它的吸收和摄取，减少对它的资源供给，导致我们的学习效果变得更差。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预习方式呢？2021年一项研究发现，当学生在学习前先针对课程内容提出问题时，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进一步，这种学习效果的提升是跟提出问题的深度成正比的。如果你先试着去做一些练习，甚至试着去解决一些问题，再来有针对性的学习，那么学习效果是最好的。原因很简单，这种提问式的学习方法会激活大脑的警觉系统和预测加工系统，让大脑更好地编码学到的知识，并把它们放在对应的位置，从而更容易将知识巩固和内化。一个简单的操作是，当你看到一篇感兴趣的文章时，不要直接打开它，而是先问一问，针对这个主题，我都知道什么？我想从中再知道一些别的什么。同样，当你读书时，看到一个章节，或者作者抛出的一个问题时，不要急着往下读，而是先问一问自己，我会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和观点是什么，然后再将自己的思考结果跟作者讲的内容进行对比，去着重理解两者的不同点，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点。这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学习技巧。5. 换个新环境再学习。大脑有2个非常底层的功能，一是它善于在事物之间创造联系，二是它善于发现事物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对新奇的事物更感兴趣。有没有发现，将这2个功能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当你想学习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时，不妨换一个新的环境去学习。举个例子，比如你天天待在家里，现在想考一个证书，那么更好的做法不是在家里学习，而是出门，找一个平时没去过或很少去的地方，比如咖啡馆、图书馆、自习室，在里面学习。为什么？因为当你处于一个全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被高强度的激活起来，这时它会更容易将这个新的环境跟你所学习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把它跟旧的知识所区分开来，让你对新知识记得更牢固、更深刻。甚至你可以人为地创造一些新场景，比如不要在一个座位待太久，没几天就换一个位置，高频度刺激大脑。试着去不同的地点和场所学习，每一个场所学习相似的内容，增强联系。在特定的日子学习更重要的内容，比如在大雨倾盆的时候学习更困难的知识，让坏天气新场景成为一个更强的记忆线索。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当你回忆某个知识点时，你未必能立刻想起来，但一旦你回想起看到这个知识点的场景，比如回想起当时所在的场所、当时的天气、周围的人群，甚至包括听到的声音和嗅到的气味，这个知识就会鲜明地涌现出来。所以如果你需要高强度的学习和思考，那么一定不要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而是不断给大脑新的刺激，这会让这些新的知识在你脑海中变得更牢固、更稳定。6. 用纸笔来辅助思考。经常有人问，看电子书和记电子笔记，以及看纸质书和用纸笔记笔记，哪种效果更好呢？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回答：任何时候看纸质书和用纸笔做笔记，效果都是更好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纸质书和纸质笔记可以提供更多的记忆线索，让我们把知识更好的联系和巩固起来。举个例子，比如你读一本书，看到某个很有趣的知识点，那么当你回忆这个知识点时，你可能不记得它具体在这本书的第几页，但你一定会记得它在这本书的大概什么位置，是前面、中间还是后面，大概占了多少页等等。这种情况就是这本书本身的物理形态，它的厚度、
页码、翻页的手感和记忆等信息综合起来，为你提供了关于这个知识点的更多的线索，帮你牢牢地把它记住。同样，你用纸笔记下的笔记也总是会记得更牢，原因就在于你写字时所调动的脑区和使用的资源会比打字多得多。这些更多的脑区调用和资源都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你将这段记忆更好地巩固起来。但是纸质书和纸质笔记确实不太方便储存和整理，因此我的习惯是日常阅读电子书，用笔记软件做笔记，但非常重要或有用的书，我会买一本实体书回来收藏。同样，当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时，我会用笔在纸上把它画下来，理一下它的逻辑脉络，画一下它的结构。画下来的内容我会把它拍照储存起来，但其实不储存也没关系，因为画图、梳理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在训练大脑更好地注意和记忆它了。这是一个平衡的做法，兼顾了效率和效果，非常方便。用输出来反哺输入。最后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方法——费曼学习法，它是我践行了许多年的习惯，也是我学习和整理知识体系的秘诀。简而言之，当我学到一个自己非常感兴趣的知识点时，我会在心里想象有一个听众，然后用自己的话把这个知识点掰开了、揉碎了，讲给这个心里的听众听，务求让完全零基础的人也能听懂。基本上这样讲完一遍，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也就非常深刻了，可以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如果在讲解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遇到阻碍，有一些地方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无法用自己的话去表述，那么这就是一个推动你去加深理解的好机会。它正是在告诉你，你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存在这些漏洞需要去弥补。其实我的许多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更高阶的费曼学习法，它们往往都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学习、思考和实践的成果。借由写一篇文章，我就能把这些经历汇总整理起来，让它们形成一个牢固的知识结构，嵌入我的知识体系之中。如果觉得写文章太困难，你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做法，把它讲给心里的听众，这样会更简单。但一定要注意用自己的话，否则你就只是在照搬作者的思考而已，并没有真的去消化这些知识点。一旦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你会发现你学到的知识想忘也忘不掉。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赞订阅，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
功德无量。